据美媒周六报道，在英国康沃尔举行的 G7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尝试说服这些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上签字。该声明鼓动就所谓新疆强迫劳动对华直接进行谴责。然而，此举并未得逞，各国领导人在如何应对中国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周六表示：“我们历来认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由少数几个国家操纵。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针对美国借七国集团峰会之机拉近同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维护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周六，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少数国家主张的所谓体系和秩序。只有一套规则，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少数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只有一种多边主义，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搞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自觉维护联合国核心作用，为早日战胜疫情、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做些实实在在的事。美国《野兽日报》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本周欧洲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明美国回来了。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报道称，尽管拜登不是特朗普，白宫似乎对拜登凭借个人魅力说服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接受他所有政策立场这一方面自信过了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各国领导人在如何应对中国这一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该高官在周六的记者会上委婉地说：“我认为 G7 各国在某些问题的出力程度上有些不同。”据这位白宫高级官员的描述，在对华问题上，拜登冲锋在前，而英国首相约翰逊紧随其后。该官员称，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道，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而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及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领导人则强调与中国的合作领域，而且即便是在这两派内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CNN 对周六的会议报道称，分歧让欧洲国家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对立起来，会议一度变得十分敏感，以至于房间内所有互联网都被切断。野兽日报报道称，通常在领导人会晤之前，这类谈判就已敲定结论，会晤则通常更指向是一个拍照的机会。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就曾提醒华盛顿，欧洲不会追随拜登明显表露出的意愿，即回归到冷战的逻辑，将中国视为西方的新敌人。马克龙强调，在对华关系的建设上，欧洲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其政策是既不成为中国的附庸，也不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结盟。我觉得很可能拜登这个图谋可能会做空。为什么呢？首先，他是以一个虚假的谣言的基础，来指责中国，是吧？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中国这些年呢，在国际上呢，影响力是越来越大，而且呢，正面形象是非常的强。很多国家是不会相信美国这一套的，而且呢，很多国家呢跟中国关系是非常友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马克龙说这个东西。法国也好，德国也好，这些国家，他们是不会以美国马首是瞻的，不会跟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结盟的。有意思的是，就在 G7 峰会开幕的当天，欧洲新闻台记者杰克·帕洛克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图片。他发现，在 G7 峰会上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新冠侧流式自我检测试剂是中国制造的。他调侃称，西方列强们仍然需要来自东方的一点帮助。从图中内容来看，照片拍摄者拿着一份像似文件袋的东西，贴在外包装的纸上印有 G7 峰会和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标志，但位于其最下方的那行 Made in China 还是暴露了最初的生产地中国。从这名记者的描述来看，参加 G7 峰会的所有成员，或至少是他的记者同行们，每天都要接受这项中国制造的检测。在这条推文评论区，有人讽刺道，虽然这次 G7 峰会的主题就是企图抗衡“一带一路”和针对中国，但中国依然为这次会议能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做出了贡献。这就显然是吃着中餐骂中餐的这个结局吧，这种效果吧。
中国这个为全球抗疫做出的贡献是永不共睹的，而且这贡献是越来越大。并且跟美国相比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在抗疫的事情上是自私自利啊，中国是非常的国际主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它搞这种话题啊，就是包括什么溯源呐等等这些东西啊，它不能是以科学的态度啊去面对，而是它美国以这个损人利己的啊，或者说攻击中国的目的为前提的，这肯定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取。关键是它不得人心的。值得注意的是，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周六 ，G7 领导人启动了一项帮助较贫困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提供所谓价值驱动、高标准、透明的伙伴关系。而在七国集团正式宣布这份所谓新全球基建计划之前，就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向媒体放风宣称，七国集团将宣布一项新的全球基建计划，作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回应。对此，有网友讽刺说，7个国家对1个国家，他们必须承认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了。今年3月，拜登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就宣称，美国和其盟友应该建立一个由所谓民主国家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中方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初心是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人权。事实上，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同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205份共建合作协议，共同展开了2000多个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为期3天的G7峰会看似一片和谐，但背后暗潮涌动。尤其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的一场香肠大战，成为本次峰会的一大看点。法国总统马克龙暗示北爱尔兰不属于英国的说法，彻底激怒了英国首相约翰逊。G7峰会在英国举行，95岁的英女王在 G7 领导人合照时坐在中心位置，她幽默的语言顿时使气氛轻松起来。Are you supposed to be looking as if you're enjoying it? Yes, definitely. We have been enjoying ourselves. 会后，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英女王问身边的一名中尉借来一把长剑来切蛋糕。当被提醒有普通刀子可用时，女王却回答称 There is a knife there. What? There is a knife. I know there i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more unusual. 有趣的一幕引发现场所有人开怀大笑，而女王在交还长剑后，还是用普通刀子切了一块蛋糕，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段小插曲也成为G7峰会期间国际媒体热议话题。为了举办本次G7峰会，英国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英国红箭飞行表演队飞越会场所在地康沃尔上空，战机喷出红、蓝、白3色烟，在空中做出高难度花式飞行。会场内乍一看也是一片祥和，不仅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回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赞拜登是一名好领袖。It's great to have the U.S. president part of the club and.Very willing to cooperate, and I think that what you demonstrate is that leadership is partnership. 舆论普遍认为，拜登此访旨在修复过去4年严重受损的美欧关系。不过，伤过心的欧洲对美国疑虑重重，破镜重圆并非易事。英国路透社的文章分析指出，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冲击后 ，G7 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担心美国的政治钟摆会再次摇动，因此他们是想看拜登会做些什么，而不是听他说了什么。事实上，拜登政府的政策存在矛盾性。一方面，拜登政府一直对外宣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是多边主义；另一方面，美国近期推出的国内经济方案均强调将优先购买美国货和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除信任危机外，美欧间在经贸和大国关系等方面也存在实质性分歧。过去几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加征钢铝关税，而欧洲国家则对一些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服务税，双方为此争端不断。拜登政府不叫美国优先，改叫美国回来了。实际上呢，他的很多政策呢，可以说并没有这个多大的改变。近年来欧洲提出了要
推行这个战略自主其中有很多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推行数字战略自主建设自己的数字主权，就是削弱美国科技公司在欧洲的垄断地位。在其他领域，比方说这个在地缘政治欧洲的地缘政治目标，它的安全政策呢，实际上跟美国的差别呢也是很大的。除了国家利益的分歧外，拜登与欧洲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同样受到关注。拜登曾坚决反对英国的脱欧运动，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是脱欧的倡导者。拜登也对北爱尔兰的未来表达过高度担忧，甚至还曾经称约翰逊在心智和情绪上克隆了特朗普。G7峰会期间，有记者专门就克隆一说采访约翰逊。He also famously referred to you as a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lone of President Trump. I just wonder how you responded to that and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is in a better place now. The relationship is in extremely good order, and I think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K has a job to do to get on with whoever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what we do.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extremely good. 本次峰会最大焦点莫过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香肠大战。当地时间周六，英国首相约翰逊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两人讨论了有关英国脱欧协议中北爱尔兰议定书的实施问题。会谈中，约翰逊试图表达对议定书的不满，他向马克龙表示，如果产自图鲁兹的香肠运不进巴黎，对方该如何应对？但马克龙当场回呛，如此比较并不恰当，因为图鲁兹与巴黎都属同一国。对这番暗示北爱尔兰不属于英国的表态，约翰逊彻底被激怒。在会后的记者会上，约翰逊不仅强调英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领土完整，还将马克龙的名字改为 Macron。英国与欧盟之所以爆发香肠大战，还要从北爱尔兰议定书说起。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和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存在陆地边界，为了维护北爱当地局势稳定，防止曾经持续几十年的冲突再现，英国脱欧协议中特别制定了该议定书，规定脱欧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保持没有实体海关检查的软边界。根据该议定书，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中，从英国其他地区运往北爱尔兰地区的物品必须要接受欧盟规则的检查。这样一来，包括香肠在内的冷冻肉制品以及其他很多货物在运往北爱尔兰时将受到巨大影响。批评人士认为，这实质上在北爱和英国其他地区之间制造了经济壁垒，损害了英国的主权，而且也增加了大量行政手续，影响货物流通。6月30号，北爱尔兰议定书即将实施生效。对此，英国于今年3月单方面延长了从英国其他地区进入北爱的冷冻肉类的免检期，由此引发欧盟不满。欧盟明确表示，英国脱欧协议中的北爱尔兰议定书需通过双方共同认可的方式和时间节点来执行，这是避免爱尔兰岛出现硬边界并保证欧盟单一市场完整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周四，英欧间就此事的谈判无果而终，双方甚至还互相发出威胁。英国称可能继续延长免检期，欧盟则表示可能使用关税和进出口配额等手段报复。I think that we'll have some pragmatic solutions, and if we don't, then I think that what our friends have also understood is that it's the prime duty of the UK government to uphol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and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ensure that. 长期以来，北爱尔兰地区的困境一直被称作英国与欧盟离婚戏码中的问题儿童。如果北爱问题没有得到实质解决，矛盾将会持续存在。事实上，英国正式脱欧之后，英欧之间摩擦纷争不断，先是因为捕鱼权而与法国在泽西岛附近海域进行军舰对峙，如今又爆发香肠大战。分析人士认为，原以为随着脱欧大戏的落幕，英国和欧盟之间的纠纷会就此告一段落，但从目前来看，更令人头疼的是这场离婚官司后续的余波。可以说，这个脱欧后遗症已经在这个发酵之中现在的一个集中的这个焦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北爱尔兰问题。因为当时这个为了这个实现脱欧呢，这个约翰逊政府呢是事实上把北爱尔兰呢留在了这个欧盟的这个关税区之内。未来双方的这个在各方面的一些竞争一些矛盾我觉得个人觉得还会这个越来越突出。
周六，美国白宫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均确认，拜登与普京在下周三会晤后将不会举行联合记者发布会，而是分别举行单独的记者会。美白宫官员当天宣称，因为这是拜登与自由媒体更好进行沟通的最合适的方式。今日，俄罗斯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拜登此举是为了避免与普京同台时出现失误的风险。今日，俄罗斯认为单独举行记者会将使78岁的拜登避免在媒体前和普京发生公开分歧，同时也可阻止68岁的普京主导对话，避免尴尬或者有争议的互动。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和普京在赫尔辛基会晤后，就因在联合记者会上主张克里姆林宫没有干涉美国大选，而受到美国媒体的严厉批评。美媒也关注了双方单独发表讲话的消息。NBC 称，此举避免了外交政策专家警告的高风险时刻。福克斯新闻提到，举行共同记者会通常被认为显示领导人之间的团结，但单独记者会的声明暗示，美国和其地缘政治对手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温。对于这场单独记者会，有美国热心网友提醒拜登，读提词器就行了，别睡着，瞧。白宫不愿意把拜登置于没有台本的境地，这就说明了一切，不是吗？有网友甚至建议，完美的解决方案是峰会也单独举行。美俄双方对此次峰会似乎都不抱有过高期待。普京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俄美关系处于近年来的最低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样给俄美元首会晤泼冷水。拉夫罗夫9号说，对于此次会晤可否达成突破，俄方没有过度的期待和幻想。白宫此前表示，拜登计划在美俄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美国的一系列不满，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勒索软件攻击、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威胁以及意见人士遭监禁。在开始欧洲访问时，拜登表示不寻求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他还介绍，我们想要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但如果俄罗斯政府从事有害的活动，美国将以强有力和意义深远的方式作出回应。拜登见普京之前，他要参加7国首脑会议，并且参加北约这个首脑会议，所以他在见到普京的时候，他应该能够拿到与主要的这个同盟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对俄政策上的一个立场。所以的话呢，他在与普京的谈判当中，显然会获得更多的谈判的筹码。但是如果这个拜登与欧洲主要盟国在对俄政策上不能够协调一致的话，那么这种筹码也是非常有限的。自就任总统以来，拜登一直对普京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今年3月，在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当被问及是否相信普京是杀手，是他下令暗杀其政治对手时，拜登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普京在周5接受 NBC 访问时被问及如何看待此番言论，他笑着说：“这种指责是美国大男子主义行为的一部分。” Mr. President, are you a killer? Послушайте меня. Over my tenure, I've gotten used to attacks from all kinds of angles and from all kinds of areas under all kinds of pretext and reasons, and of different caliber and fierceness, and none of it surprises me. So as far as harsh rhetoric,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expression of overall U.S. culture. 此外，在 NBC 采访中，普京表示真切地希望拜登不会做出任何基于冲动的行为。普京将拜登描述为政坛职业人士，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里度过，与人生丰富多彩的特朗普完全不同。普京补充道：“我相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一个非凡的人，有才华的人。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他并非出身美国建制派。”外界注意到，特朗普下台后骂遍了几乎所有人，他痛骂拜登瞌睡虫，窃取了总统宝座，但唯独没骂过普京，反映出他对两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与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关系了这种密切的这种联系，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看法。他认为要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改善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印象和关系。希望拜登成为像特朗普那样多才多艺的非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也希望这个拜登成为像那个特朗普一样，这个愿意与美国发展关系的这么一个领导人。近年来，美俄关系持续紧张，既有旧恨，也有新仇。克里米亚危机发生时，拜登正是美国副总统，他当时曾狠批俄罗斯夺取领土。在今年3月初，拜登再次重申，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而由此产生对俄制裁，也继续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拜登3月公开称普京是杀手，俄罗斯召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回国，后者至今尚未返美，而美国在1个月后也召回驻俄大使返美。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拜登与普京此次瑞士峰会，两名大使会否同场，甚至此后会否重返驻外岗位，将象征会晤成果是大是小。军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周五发布消息，美海军拉伯恩号导弹驱逐舰进入黑海，俄黑海舰队已对其进行监视。美国海军第6舰队称，拉伯恩号导弹驱逐舰从地中海进入黑海是执行海上安保行动。拉伯恩号是一艘阿利伯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于1995年服役，配备有战斧巡航导弹、鱼叉反舰导弹和标准3舰载反导拦截导弹。报道称，今年以来已经有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在内的多艘美国战舰进入黑海活动。美国这个向黑海派出这个驱逐舰呢，是扬威耀武、炫耀自己武力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举措，而且这彰显出美国在与俄罗斯谈判过程当中，从实力地位出发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考虑。另一个我们也看到就是即使我们说美国总统要与俄罗斯总统见面，但美国的话呢，仍然会在该竞争的地方与俄罗斯竞争，该对抗的地方与俄罗斯对抗。能够合作的方面呢，也会尝试与俄罗斯之间合作的这一个基本的一个考量。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这期英国峰会今天落幕，《金融时报》声称这是西方展示所谓领导力的最后机会，但英法领导人在峰会期间爆发香肠战，这期各种争吵不断，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是的，程倩，在我看来，这场 G7 峰会有点像这几天刚刚拉开帷幕的202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都是一次被推迟的聚会，不同的地方在于，欧洲亲戚们会为欧洲杯的推迟而惋惜，却对 G7 美国峰会的无疾而终长舒一口气。不要忘了，那个未能如愿站在大合影 C 位的东道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亲口表示，七国集团太过时了。1年之后 ，G7 英国峰会如期召开，站在大合影 C 位的鲍里斯·约翰逊意气风发，双手背在身后。只是天公不作美，田园诗般美丽的卡比斯贝海湾头顶上是一片愁云惨淡、万里凝的英国灰。与会各国领导人脸上挂着礼节性的笑容，却难掩他们各自带着任务而来的艰巨感。这些复杂的背景、现实而又交织的具体矛盾，让这场 G7 峰会衍生出更多场域。比如，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场 G7 峰会，是英国实现脱欧后的首场 G7 峰会。又是美国国内政治钟摆回调后的首场 G7 峰会。从政治身份的角度出发，这场 G7 峰会里充斥着许多重叠又互斥的小圈子，比如说离婚后的英国与欧盟，再如五眼联盟国家与所谓的2等追随者，又如将美国回来了挂在嘴边的拜登与站在另一边将信将疑的盟友们。正如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指出的，上世纪70年代 ，G7 国家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80%，如今这个数据腰斩到了40%。G7 峰会的影响力还真是肉眼可见的示威，却丝毫不影响它的精彩程度。只不过这种精彩在世界人民面前更像是一种戏剧性的政治景观，因为冲突与矛盾本身就是吸引人驻足观看的。现在，拜登可能渐渐意识到了，自己正身处于一个大型家庭矛盾调解栏目的直播现场。他那份原本写好的，只在振臂一呼就能够忽悠欧洲亲戚们朝着一个所谓的重大威胁进军的激情演讲，可能还得在西装口袋里多待一会儿。对欧洲来说，迫在眉睫的威胁绝不是俄罗斯亦或是中国，而是这些貌合神离的盟友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分歧与利益纠葛。西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冷战时期，亦或是后冷战时代，西方盟国之间的许多矛盾都是具体且现实的。只不过，美国一直在扮演这个软硬兼施的粘合剂角色。西方阵营领导力的体现，不光在于能否成功地纠集大家围攻一个敌人，更在于能否有效地调解来自于阵营内部的矛盾。当美国的软硬实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滑坡的时候， G7 峰会这个原本之于美国是我说你们听着的传播场域，就不可避免地变成我说我的，你们说你们的真人秀。因此，当你问我 G7 英国峰会会是西方展示领导力的最后机会吗？我想，这更像是西方挽救他们分崩离析的领导力为数不多的几个宝贵机会了。
美俄元首下周在瑞士会晤，但双方嘴仗不断，都已明确表态会晤之后各自开记者会。那么您对于峰会如何前瞻？普京接受美媒采访大谈特朗普，您又如何看呢？我相信以美俄跌入谷底的双边关系，美国 NBC 对普京的这场专访一定向克里姆林宫方面约了很久，最终得以成型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普京自己有话想说。拜登那句违背外交礼仪的“普京杀手论”在这个专访现场提出，虽然的确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我愿意相信普京已经做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了。他用美国根深蒂固的好莱坞大男子主义去消解拜登充满敌意的杀手论，无疑是能够获得许多观众共鸣的。这场专访的高潮，在我看来，不是围绕杀手论的攻防，而是普京设置的议程。他主动聊起了拜登的死对头特朗普，并且称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来而不往非礼也，普京用哪壶不开提哪壶回击了美国记者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几乎是在向 G7 英国峰会现场喊话。老实说，你们也认为特朗普会在2024年杀一个回马枪吧？拜登的做法异曲同工，在英国早早放话，此去瑞士就是要亲口让普京知道，我想让他知道什么。拜登与普京的这一面还没有见上，舆论攻防就已经打了数轮。正常的逻辑难道不是领导人碰面之前，双方各自暖场铺路，营造相对友好的舆论氛围吗？怎么这两家不约而同的逆向操作呢？其实你细想一下，美俄双方这样做反而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太深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方见面之前各自在舆论场上设置议程，一方面降低外界的预期，另一方面他提前引爆了可能在这个正式会晤时会令对方拂袖而去的炸弹议题。这么一来二去，这场不被外界看好，甚至不被他们双方看好的会晤，或许能够在一个相对友好且务实的氛围中展开。甚至这种相对友好所带来的反差效果，经过媒体的放大，能够给滑坡中的美俄关系踩下一脚刹车。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鼓吹美国有能力保卫台湾，但五角大楼一位官员却2度投书中国媒体，直言美国若选择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公开对峙，华盛顿没有胜算。台湾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本土病例连续30天破100，死亡率更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从所谓的防疫神话到国际笑柄，台当局出了哪些昏招？疫情汹涌，蔡英文为何迟迟不让责任人下台，而是以一句道歉草草了事？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点拨关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周四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鼓吹美国有能力保卫台湾。分析指，米利的话如果退回几十年，或许还有一点底气。但是今天，美方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局势判断，都难言轻易保卫台湾。米利这一表态，无非是为了鼓吹对中国大陆威慑力下的一种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周四在听证会上询问米利，如果解放军攻台，美军是否可以保证保卫台湾？米利先是煞有介事地宣称，解放军攻台绝非易事。If you're talking about a military invasion of Taiwan, crossing the straits, the Taiwan Straits, with a sizable military force to seize an island the size of Taiwan against the military that they have, with the population that they have, that's an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and difficult operation, even if against an unopposed force. That's a very hard thing to do. 霍利进一步追问，倘若台军无法独自阻止解放军，美国是否有军事能力阻止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米利称。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have the capabilities if there were political decision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so on. But we do have military capabilities.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由美国单方面于1979年制定通过，该法要求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但没有明确说明美国是否会为保卫台湾而战。与台湾关系法公然违反中美建交公报精神，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方的强烈抵制和反对。米利在发言时强调，美军届时是否介入台湾冲突的前提是美方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做出的政治决定，不过是延续了美方在该话题上的含糊态度。这里面的话还是含义还是蛮多的。第一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政府有决心执行这个台湾关系法的有关条款，那么他们就有能力来帮助保卫台湾。
这里面是一个比较含糊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们不要轻视它。就是在最近我们看到美方在台湾事态方面，这个做了一系列的不恰当的举动、挑衅的举动这个我们要非常的警惕美国现在在提高它这种挑衅的力度影响，但是美国也好，台湾也好，我认为他不要把这个我们的这种善意当成让步中方这个决心是巨大的，任何实质性的挑衅都会受到我们实质性的反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米利的这番说法，美国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今年4月，五角大楼一位名叫弗朗茨·盖尔的官员在《环球时报》英文版刊发文章称，如果美国选择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公开对峙，那么他没有胜算。1个月后，盖尔在《环球时报》发表的第2篇文章中又表示，支持台湾分裂直接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早就知道我们会输。盖尔的文章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愤怒，盖尔也因此遭到五角大楼调查，并且可能会提前失去公职。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军政高官频频拿中国说事。就在听证会前一天，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下发了一道内部指令，要求重整美军，聚焦所谓中国大陆带来的挑战，集中全力积极应对。对于美国国防部所谓的重整美军以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本周回应表示，美方一些人固守冷战和零和思维，但凡提及国防力量建设，言必称中国挑战，打中国牌成了美国增加军费、扩张军力的必用借口。自5月中旬以来，岛内疫情就以单日3位数的速度持续扩散，截至周日已经连续30天，让民进党当局苦心编造的所谓防疫神话成了国际笑柄。面对岛内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和疫苗严重短缺的情况，不少台胞希望能赴大陆接种疫苗。对此，国台办暖心回应，愿意尽最大努力提供帮助。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台湾周日新增17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连续30天本土确诊超100例。双北地区仍是疫情重灾区，另有26例新增病亡病例，累计病亡人数已达437例。深圳卫视注意到，截至周日，岛内的新冠病亡率已攀升至3.38%，远超全球2.16%的平均致死率。更令人担忧的是，岛内近日还爆出多起猝死个案及到院前死亡的案例。周日的病亡患者中，就有一名并未住院就病亡的80多岁老人，其相关症状和活动接触史正在调查中。此前一天通报的死后确诊人数更高达9人，超过当日病亡总人数的1/3，其中4人到医院前已无生命迹象，4人未住院就死亡，另有一名40多岁的女性同样是在死后确诊。台湾它没有进行所谓的普筛和进行广筛，因为换句话说，你都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那像现在出现几个，就是说他一开始感染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呢，等他送医院，他就突然之间死掉了。一般老百姓他比较没有所谓的这个预防的能力。所以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马上已经生命就垂危了。台湾疫情汹涌，岛内舆论直指陈时中应该下台谢罪。尽管蔡英文日前松口道歉，岛内民众也并不买账。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孙大千周日在社交媒体炮轰称，与其用一句迟来的道歉来应付了事，蔡英文应该让相关责任人负起政治责任，并点名去年破坏台湾疫苗采购的绿营民意代表，推动3+11政策的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范云，拍板定案3+11政策的陈时中，以及稽查诺福特饭店大意失职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孙大千质问，如果上万民众的确诊以及400多条人命的牺牲还换不到政治人物负起责任，台湾人民的生命在民进党眼中真的这么不值钱吗？民进党籍前民意代表沈富雄则在一档政论节目中拆穿，蔡英文的道歉不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蔡英文的道歉不是自动自发的，他这个是因为苏贞昌还有陈时中的道歉，这个变成就是连带要道歉。听人家讲，通通要为这个道歉，我心里不服气，你知道吗？我心里不服气，这是一个政府充分无能的政府，是如此这般的疫情，
搞成这样乱七八糟的局面。当前岛内正实施3级警戒至6月28号，为避免民众在端午假期返乡造成疫情破口，台当局交通主管部门祭出严格匝道一控进行管制，但此举反而苦了上班族与物流业者，甚至连救护车都被堵塞，惹得民怨四起。岛内名嘴李正浩更是在社交媒体痛批台当局无脑防疫。针对台当局的抗议不力，曾担任台文化部门负责人的作家龙应台周五在社交媒体措辞严厉地痛批民进党当局傲慢居高临下，不以百姓为念。周日，龙应台又贴出与在欧洲儿子的通话内容整理，列举了近期台湾种种防疫乱象和惨境，并表示自己悲痛、愤怒和无能为力。简单来讲，台湾有1年多的时间可以做好准备，可是你看呢，第一个疫苗没有准备好，第二个快筛没有准备好，甚至是方舱医院也没有准备好，就整个来讲都太大意，都太轻忽了。我们看这一次的疫情表现的时候，台湾虽然它号称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可是它表现是荒腔走板。那龙应台在批评过程中的时候说，每一个死的人每一个都是整个一个家庭，但是你看他的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或者民进党蔡英文的表现都是什么？都是冷冰冰的，他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数字而已。疫情严峻，疫苗又迟迟未能落实，让台湾出现一波逃难潮。不少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接种疫苗。这几天，萧敬腾、王耀庆、潘美辰、温岚、孟庭苇等多位台湾艺人接连宣布已在大陆接种了新冠疫苗，受到网友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底，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湾同胞就已经达到了6.2万人。事实上，国台办也已多次表示，对来大陆的台胞只要符合接种条件，可在严格执行入境防疫规定，包括登机前和抵达后自愿和知情同意前提下，按有关政策在大陆接种疫苗。